听到了。别走了。嗯。对不起啊，没法跟你去看师傅。先别再急，抱一下。每当回忆悄悄对着话，望着彼此滚烫的泪花。这趟去黑沙危险吗？说实话。一起穿越困境的风沙，有点危险。在永和街向自己回答，这无常的命运啊。代我向师傅问好，好不好？走过伤痛交加，梦就在坚守里抵达。陆小刀，你真得好好的，眼睛放亮点儿，真跟人对上了，反应要快，出拳要狠，不准出事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每天都得给我报平安，到哪儿了睡哪儿了，都得告诉我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师傅的事办完之后，我就去找你，管你在黑沙白沙，管他的猎豹猎狗，听到没？听到了。别走了。嗯。只想和你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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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待，慢慢走过了一起的时光里。张远华，你拿走他！别下路上。我只想能慢慢的、慢慢的拥抱着你。师傅，喝一口。不喝，你喝吧。不是你什么表情啊？嗯。咋啦？没事。我知道你们都嫌弃我。啊？师傅，其实你这次能带我跟你一块儿去，我挺高兴的。像我这种出身吧，我也不指望能拜到咱们师门里来。我去看一眼那门长什么样就行。不是，你什么出身啊？咱俩就别藏着掖着了，我都听着了。我祖上是反派嘛，跟那个什么土什么星君混的，我是反派的后人。是就是呗，都什么时代了，还出不出身的？那祖上什么人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那评价一个人还得看他做人是怎么样的，对吧？什么时候唯出身论啊？话是这么说，那你们要不那么想，何至于瞒着我？哎呀，都怪罗任，是罗任怕你多想，才没告诉你。罗任，为什么不告诉曹盼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就算他祖上追随过星君，又能怎样？你不会怀疑他吧？不是，我是怕他想东想西的，到时候心里有疙瘩。还真被他给说中了。啊！我没多想，你没多想，罗任多想，认为我会多想，所以他就瞒着我，结果我还就真多想了，是这么个事儿。师傅，那个，你觉得我这拜师有戏吗？咱太师傅这收徒弟都注重什么呀？品行、相貌、星座什么的。师傅可能更看重缘法吧。缘法。
嘛？撒开！我让你撒开！你拿着我东西呢？我在替你保管。我给你放回去，放回去。放好了。撒。嗯。对，你坐反了，你得到那头，往那边坐，北岸。啊！我还得坐回去啊。是，你给我撒开，你给我撒开。您这小手赛螃蟹，还得坐回去。下回早点出来啊。咱们一会儿再去看个电影。好。刚吃完饭别催了。欢迎光临。客人来了，这边请。电磁能量今日1点再创新高，通信、电力等相关领域或将受到影响。怎么形容我们这个行业呢？就好比这个簪子，有2个人，一个人呢问我要老银做的凤凰簪子，还有个人说我要红宝石做眼的凤凰簪子，但是我没有簪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人拿着它来找我，您瞧，这买家有了，卖家有了，这不一下就对上了吗？而我呢，我就是出售这簪子信息的。有事儿赶紧说事儿，大老远来的，没空听你在这吹水。哎呦，李先生，您稍安勿躁，我这次的信息量是特别的大，一定保您物超所值，钱不白花。马先生，这位是霍小姐。哦，她是我养母，我叫穆代。哦，穆小姐，失敬失敬，请坐。介绍一下，李产李先生，马图文马先生。我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规矩，为了保护显人的隐私，在这个空间里头不可以照相、录像和录音，而且呢，一会儿这个屋子的信号将会被屏蔽，你们的手机呢，我会妥善保管。大哥，他要收手机屏蔽。照他说的做。各位，这就屏蔽了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入正题。介绍一下，岑春娇，这次的信息提供者。各位定金都已经付过了，等他讲完以后呢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付尾款。各位可以质疑他所说的真实性，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我们按老规矩投票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信息是值钱的、有用的，那么各位爽快的付钱。那就开始吧。这起桩鱼线杀人案的凶手叫刘树海，5年前就死了。几桩？ 5年前就死了，
是的，5年前，当时我在济泉西郊客运站的一个旅馆里当服务员，就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小旅馆，被褥也常年不换的，住的客人3教9流的，干什么都有。那天我值夜班。喂，前台吗？203，要喝点水。嗯，好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进屋之后那场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刘先生。那个热水来了，我给您放这儿了。刘先生，我扶你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开门，来人了！建立，男，59岁，女秀英，女，55岁，李亚琴，女，23岁。他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说话？他杀了什么人？怎么杀的？他杀那个人为什么？而且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打报告一样，特别恐怖。他说了几件案子？2件，落马湖是第1件案子。第2件呢？老板，一件有一件的价钱，你也懂的。但是他就是杀人犯，而且用的就是鱼线。那后来呢？人、尸体都在，确实是死了，但是他的背上被人割走了一大块皮。报警了？不是，这会县里已经报警。有人报警了吗？人皮是被割走的，你跑出去之后有人进来过啊？没有任何人进来啊，而且那个走廊是个死胡同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。那你凭什么说那块皮是被人割走的？因为那个伤口的边缘特别光滑，那肯定是人为的，而且是利器割的。利器割的？啊！我的个乖乖！哎，姐妹，
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些话扯不扯呀？你要说这人死了，我们大伙儿还能相信一点。关键是一块死皮，谁要一块死皮干什么呢？就是给割了一块人皮，倒霉少一张人皮，你去查查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们当时就报了警，而且走廊里看热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精彩，编的有鼻子有眼的啊，看得出来下了不少功夫。万老板，做生意要诚实，打听不到真消息不丢人，编瞎话骗钱，吃相就难看了。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编瞎话呀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没说这件事是假的。也许当时那小旅馆确实死了一个人，也许那死了的人被人割了人皮，但他跟22年前落马湖的案子没关系。刘树海也不是落马湖案的凶手。刘树海就是杀人犯。撒谎！我没有撒谎！你不拿我的线索呀，王老板！我的线索是真的，你可以不买啊。王老板，我花钱是为了查落马湖的凶手。其他案子再诡异10倍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咱们都是买家，我要的是消息，只要真消息，假消息我1分钱也不会给。你们的意思呢？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罗哥，这个消息怎么说？付钱。哎，好嘞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。今天来的我和一个姓马的都是代理，那人傻呵呵的，看不出什么。但是有一个叫李坦的，他一口咬定消息是假的。红叶，你觉得呢？据我了解，我也觉得岑春娇说的不太对。假的？合着我在这坐了半天，听他编了个故事啊！不过红叶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李教授呢是我的恩师，他家的事儿啊，我一直放在心上的。不仅是通过万分火。哦，那咱们这钱付还是不付？照付吧。万先生这么多年去打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好吧，红叶，人真好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托了别人。哦，你刚刚说那位李先生好像很了解当年的事儿，你去多接触一下他，看看他都知道些什么。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先挂了啊，红叶。还有余县杀人。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他明明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怎么可能没死呢？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2比1。万烽火，能搞到真消息，我命都能给你。这钱你收着亏心，我花着不值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今天的参会者，我在巴蜀别院都订了房间，晚些时候还有资料要发放，您可记得一定要来拿。万老板，那我也先撤了，晚点回来。好，穆小姐请便。跟丢了？不赖我，那小子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，而且你也瞧见了，他那大悍马多愣，咣一小油，咱这淳朴的人民群众跟不上。哎，妹妹，你说那小子是不是瞧上你了，所以才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儿？要我说呀，长得也挺精神的，是不是？原来马图文背后的人是罗让。快，
快跟上！不给撤吗？又让他跑了。跑了和尚跑不了庙。什么意思啊？开车那小子我认得，大花蚊子，酒吧一条街小有名气的驻唱歌手。前几位曹爷，您客气。能不能找到他家在哪儿？一定能。行，再信你一回啊，走。定位显示已经到了，那这么多家哪家是他家呀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，岑女士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何人？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没可加。李叔，您去哪儿啊？无代姑娘，事儿结束了，晚上航班便宜，我准备走了。也是，我红姨也催我回去呢。本来以为这次能得到点线索，可又空跑一趟。20多年了，一直在空跑，每次都一样。
不过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连那张照片都丢了。走了。李叔，您几点的航班啊？有事儿。我请您喝2杯。李叔，您能跟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商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，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。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。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。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。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
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，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见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呀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喂，红姨。木代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好几天不见你了，红姨都想你了。红姨，你是不是又去拜佛了？耳朵倒是挺尖。红姨，我这趟不辱使命，我从李叔那儿得到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呢。我跟你们说，李叔说凶手根本就没死，2年前犯案的时候还和李叔交过手。没死？真的没死？对啊，没死不是挺正常的吗？红姨，你怎么了？红姨，红姨。哎，妹妹，你这去哪儿啊？回利息。回利息？别，你多待几天，我请你吃饭。下次啊，我赶时间。下次你还回来？师傅，去机场。哎呀，红姨，哎呦，莫大呀！红姨，你睡好久了，你没事吧？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早就回来了。我没事儿，我呀，今天太阳太大了，晒得我头直晕，又被车蹭了一下，但没事儿啊，放心吧。没事就好，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楼下看着点，有事叫我啊。